这里就是拥有2800年历史的古代县城山西平遥古城，它是中国保护最完好的古城，也是晋商的发源地。据说这里面的银子永远都拉不完，也永远都填不满。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走进平遥城，银子元宝半岛人。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古代县衙和镖局，还有中国第一条金融华尔街。而据说这座古城千年不倒，万年不衰，全都依靠刘伯温当年留下的一根神龙宝柱。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今天阿波带大家走进山西平遥古城，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Hello， 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阿波，今天带你们逛中国4大古城之一的平遥古城。平遥古城啊，至今有2800多年历史了，非常的古老。今天啊，我就带着大家我们进去啊参观一下。平遥古城最早可以追溯到2800年前的西周周宣王朝时期，后来在明朝的时候，刘伯温对这座古城进行了重建。那根据当地人所说，当年刘伯温在重建古城的时候，特意将它修建成了一个乌龟的形状。我们来看这张地图呢，你就知道了。南边这里蜿蜒曲折的代表乌龟的头，但这个头呢是缩进去的，这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城里面的老百姓。上面这个门呢，这里代表的是乌龟的尾巴，而东西南北4个角落4座城门代表乌龟的4条腿。而整个平遥古城最核心的位置呢，就在这里，协同庆钱庄，它就是乌龟的心脏。据说当年刘伯温留下的神龙宝柱就藏在这里。迎勋门，哇，这个城墙好厚啊！这儿呢是一座瓮城，瓮中捉鳖就是这么来的。有敌人来到这儿攻城的话，来到这个位置啊，然后这个门关死，后面这个门关死，上面就射箭，放滚石滚木，把敌人全部消灭在这儿啊。这儿是第2道门了。平遥古城啊，它是收费的哈，成人通票是125啊。想要去到这个城墙上面，也是需要购票的哈，全部在这个125里边。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到下一站啊，去县衙门。等一下，或者你就在那里。刚才我就是从这个门进来的，这就是古代的瓮城。刚才说的瓮中捉鳖，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它的外面还有几门大炮。这都是古代用的这个大炮，铁铸的哈。上面有4个字啊，4省通衢，意思就是说，平遥古城可以通4个省。这个就是士兵，你看，他瞄准外面，他手里应该还有一把弓的。从这儿看出去，看一下外面有没有敌人过来。这个平遥古城啊，太大了。我们要是从里边每个角落去转的话，要转上1天啊！你说有多大？前面那条街就是平遥古城最繁华的一条街，南大街，人也是特别多的哈。这一条街就是南大街。最繁华的地方，我们现在去看古县衙，还有银行。今天下着大雨啊，早上没下，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啊，就下雨了，而且天气也不好。现在我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平遥古城的古县衙，继续看一下。这是古代就是升堂断案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法庭。眼前这道门呢，它就是仪门了。这个县衙非常的大哈。
清明堂，这就是古代审案的地方。非常气派啊！大家看，地上有几个坑呢？这个都是跪的，膝盖跪下去跪的印子啊，几百年了。上面这个就是大老爷做的。这里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衙——平遥县衙。在古代，女人到县衙里头去告男人，不管女人是对是错，都要先打40大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至今还保留有完整的公堂，以及古代关押犯人的监狱，还有很多的刑具。这里就是县衙的大堂，也就是县太爷升官办案的地方，叫清明堂。你仔细看会发现名字多了一点，这是呢要提醒县太爷对百姓好一点，公平公正多一点。这里就是县太爷升堂办案的地方，上面写着明镜高悬4个字，下面是海水照日图，也叫日出东方图。这幅图是什么意思呢？说咱们普通的小老百姓本来过着平静如水的生活，有一天呢，有人侵犯到你的利益生活，势必会起波澜，就像这一层一层的浪花一样。有一个太阳突然冲破黑暗，意思是呢，县衙可以给你公平公正的裁决。那么县太爷的案底上有2个签筒，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红色的。当你到了最后的裁决，如果扔下的是黑色的签，那说明呢你还有救；如果扔下的是红色的签了，那就完了，小命啊就没了。在整个大堂的左右两侧放了很多的这种杀威棒，咱们在电视里头可能经常见过。这个杀威棒很有讲究的，如果你是用宽面打，它是打得很大声，但是呢不怎么痛。如果县太爷说狠狠的打，你就用这个窄面打，他打的声音不大，但是呢皮开肉绽，筋骨全断了。这就是牢狱了，我们进到里面看一下，关犯人的地方。目前国内唯一保存现在的。这边呢是一个劳苦办公的场所，里边包间相当看墙上一个大字“狱”。大家看，这一位就是高尧，这个刑法就是他发明的。高尧你们都不陌生吧？我们去看牢房，这儿2个铁球，这个就是防止这个犯人飞檐走壁跑出去，然后把这铁球跟他套在身上。这个牢房就是普通牢房，关押那些就是没有犯重罪的一些犯人有床还有灶结构都是一样的总共有1、2、3、4、5、6，这边就是重狱，犯了死刑，然后就会把它关在这个位置。这里边是密不透光，非常的黑，所以说只有死囚犯就会关在这种不透光的又非常潮湿的这种牢房里边，时间一到就直接拉出去，咔嚓了。这儿还有一个中国镖局博物馆，进去看一下。这都是他们押镖用的刀古代的刀都长这样。这一把刀特别大非常长。这一把刀柄都坏了。这个是什么兵器这么小，还没有刀刃。古代的镖局都会在屋檐上挂上这种铁丝网，上面挂满了铃铛，这个起到一种防盗的作用如果有人从上面下来，然后就触碰到这个铁丝网的铃铛就会响，起到一个报警的一个效果我们现在到这个中国茄庄博物馆协同庆进去看一下。现在我们就已经进了这个茄庄了。这是个账房，账房先生就坐在这儿，然后算。这个银行的行长、总行长，然后就坐在这个位置。财神堂，五财神、关公、武圣、金玉满堂。这个是个账房吗？对。账房先生坐在那儿。
它这边还有一个金库，然后往这边走啊。这是总理房，这是经理房，看你总经理。大掌柜的这是。大掌柜里外间。总经理相当于现在的行长。这就是他办公的地方啊。这个叫做金井啊。当时啊，想要取钱财、取黄金啊、取这个银元宝啊，就在这儿叫掌柜，我要银元宝了，然后就从这儿，然后给你调上来了。这就是地下金库，汇通天下。金库，从这儿进去。果然，这个金子啊、银子都藏在这个地下的。这条路啊，名叫财路。走过这条路啊，祝大家都能够财源广进啊，然后日进斗金。你看门口这道门，把它一关，谁都进不去哈。这边是出去的路啊，门口就有一幅天官赐福图啊，都是你看砖雕的哈，那是栩栩如生啊，都是金钱的味道。这儿还有一道门了，门上有2个门神，哇，这就是地下金库啊，太豪华了。这个叫做房丁库，大家看一下啊，上面都是银元宝啊。这一根柱子就是平遥古城的龙柱，插在平遥古城这个乌龟心脏的部位，木头雕制的。这边是财库，好多银元宝啊，好多钱啊。中间这尊供的是谁啊？大仙老爷居神位。大仙老爷是谁啊？哇，这就是金库啊，全部都是金元宝啊，金光灿灿的。走在这里边啊，都是金钱的味道。黄金，这边是银库，存放银子的地方。这一尊是谁啊？全都是银子。金山银海，果然堆放的全部是金子银子。你看，我的个天啊！金山银山堆成山。协同庆在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纹银1700万两，相当于现在的400个小目标。那协同庆为什么能够这么牛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刘伯温留下的这根神龙宝柱了。刘伯温把整个平遥古城设计成了一个乌龟的形状，就在乌龟的正中央，它的心脏位置留下了这个神龙宝柱，起到了一柱定乾坤的作用。有了它呀，这个乌龟就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去爬行了，有固若金汤之意。并且神奇的是，这个神龙宝柱呢，是跟整个古城金顶的水脉相通的，金生水，水旺金，代表了财富源源不绝。也据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根龙柱，平遥古城才能够千年不衰，保存完整。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景点啊，日升昌记，它是中国第一家专营这个存款、汇款、金融的一个银行，它被誉为中国银行的鼻祖啊。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看这个门呢，跟其他的门都不一样，上面都是木雕。你看啊，有狮子，还有福禄寿3星。我们现在往里面走。这个房间非常有意思啊，大家看到下面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原来这个银行呀，然后把这个金银财宝就放在下面，上面还有人专门在这儿守的。
银行里都是金钱的味道，你看嘛，这都是金元宝。这边是账房，这边是信房。大家看到墙上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古代的这个保险柜啊。这边是平时休息的地方，还有一张桌子。我们看一下这里边，这儿还有个账房先生。来，我们看一下这里边这个哈，这个就是银行里边最核心的地方，就是 VIP 接待客人的地方。左右两边这边都是供客人，然后就是存大量金元宝、银元宝的 VIP 客人，然后才能坐的地方。这边就是喝茶的地方，非常豪华呀，整个银行。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银两汇兑、存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被誉为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通过遍布全国的分号网络，日升昌解决了镖局运营的高风险问题，实现了一纸汇票走天下业务，一度远及海外。到了光绪年间，日升昌达到鼎盛，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被誉为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他曾为清政府汇兑南京条约的巨额赔款，一度值中国金融之牛耳。朋友们，大家好啊！逛了4个多小时啊，终于把平遥古城里边收费的景点啊全部逛完了，真的是太震撼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啊就到现在为止了，下期视频啊带你们去看山西首富王家大院，一定要记得观看哦。下期视频再见，朋友们，拜拜。